慈德，你爱上过什么人吗？你会爱上一棵树吗？什么意思啊？物种不同，哪儿来的爱啊？这怎么能一样？你好歹看上去和人类没什么不同。没什么不同。可在我们看来，你们人类是又脆弱又胆小又愚蠢，最重要的是还短命。我是有多想不通，才会爱上一个人呢？我的大脑一定是被你辐射的变异了，我居然觉得你说的有点道理。因为你现在也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人类啊。大姐，你快点吧，赶时间，人家派出所关门了，快点。到底要去哪儿啊？去派出所。去派出所做什么？去派出所办身份证啊。我们人类啊，有一样东西叫户口，每个人都有，但是你没有，所以我们管你们这样的叫做黑户。那你记住了啊，你呢？你现在是山里的这个超生户，所以一直没有办户口和身份证。后来呢，你就遇到了我，所以你想，我想什么？你想好好和我相处，你想过正常人该过的生活，你想好好和我谈恋爱，所以你要落个户，办个身份证 ，OK？ 谁给你的脸跟我说这种话？你以为我愿意啊？我也是被逼的好吗？给你一个外星人在地球上落户，你知道我得付多？带路。请。别动，看着镜头，收额。哎，你把那个耳环摘了。这是规定，拍证件照不能戴首饰。你把发卡也摘了，把耳朵露出来。拍证件照要照全脸。看着镜头，好。把妆卸了。有规定，拍证件照不能化妆啊！拿着。别动，1、2、3。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拍的还行吗？哎，你这头发怎么？哎呦啊！史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当然要来，只是晚你们一步罢了。啊，哎，史小姐，怎么了？我能……不能。是不能，我哪能干成这事儿啊？
不知你这次是为何而来呀？是这样的，今天我们忙活了一天，大家各自找自己的熟人四处询问。正所谓苍天不负有心人呐，虽然还不明确，但是还是有了些眉目。之前还说怎么难找，怎么困难，这一下子就有眉目了，未免也太快了点吧？事关身家性命，大家都很着急，生怕晚一步会毒发。虽然有了眉目，但还不敢确认。不过我们还是要先知会一声，免得司藤小姐误会我们故意拖她。误会倒不至于，大家合作共赢吗？司藤小姐说笑了，既然事情已经说完了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不急，我还有话想问问苍红会长。听说当年秋山面杀我的时候，你跟你的师父都在场，是吗？当年我还是一个无知的幼童，什么都不懂。当时的情形是什么样的？可否讲一讲？当年，司藤小姐，你不是也在场吗？在是在，但是你知道的，这同一件事情，不同的人嘴里说出来，南辕北辙。这无妨，自己人，说吧。当年，秋山、李正元、黄玉三位玄师，借着七星石盘找到了你的踪迹。因为司藤小姐当时产后虚弱，三人合力将你击杀。秋山玄师引惊雷焚烧你的尸骨，可奇怪的是，竟无法炼化。在大火中，你一直喊着说会回来的。没想到70多年过去了，你真的回来了。我司藤这一生从无败绩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秦风，送客吧。司藤，你居然还有个孩子！你说，一个女人明知道一个男人在骗她，还要跟他在一起，还要给他生孩子，是为什么呀？还能是因为什么？因为爱吧。因为爱。是因为蠢吧？什
什么时候我们变得这么前怕狼后怕虎？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说出这种话，你们还记得自己是谁吗？玄门呐，千年玄门的使命到底是什么？还居然说出他们如果不作恶就皆大欢喜了？他们的存在就是错误的，怎么能够保证他们不作恶？够了！你们一个个还配做玄师吗？就只会在这动动嘴皮子，不就是怕死吗？还有你沈银灯，就这张嘴厉害。哎，他这是去哪儿啊？哎呦，丁先生，干嘛去？要你管！谈崩了吗？这是？好了好了，这件事我们本身也就没有其他的选择。事情一旦成了，我们也算是一举三得。横竖是命数使然，定就定了，大家也都别争了吧。我已经仔细的想过了，可将司藤带到云溪寨。你指的云溪寨是？没错，就是我们沈家历代所居之处。如此一来，天时地利人和，我们也算是占了先机。所以这2天大家不妨查一查云溪寨的周围，有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信息，比如说某些失踪的异族。马会长，散会了。啊，饿了吧？我给你们弄点吃的。哎呦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你说啊，他师傅做了这么多坏事，我们跟着倒霉，他反倒没事。他真以为司藤能放过他？我要是司藤，第一个就先拿他开刀。这2天他们心理压力大，说话难免不好听，别往心里去吧。哎，生死攸关的时候嘛，可以理解。哎，本来这次收到邀请，我心里挺兴奋的。我以为说不定能开启新的认知，给我讲故事多积累一些素材。结果没想到走着走着，居然演变成了远年恩怨的互相报复。真是都投一盆凉水，索然无味啊！哎，白先生，你说互相报复，不是司藤心里有恨要报复我们玄门吗？怎么成互相了？沈银灯的先祖就是被司藤杀的，本身就有恩怨。司藤还给沈家下了那么重的金旨，也难怪沈银灯恨他。什么禁止？唉，不是，你话别说一半啊，告诉我呗。我一会儿告诉你。亲人。老会长，云溪寨的事情有劳您多多费心。好，那边比较复杂，你一定要注意个人安全，好吧？明白。好，那你有事我们再沟通。你还在为水逆而苦恼吗？本周的星座运势告诉你非常的好。你拍我照片做什么？不是我想拍的，那是别人把刀架在你脖子上逼你拍的。没有，是那个秦放他是秦放让你拍我的照片。我觉得他应该不是有什么这个居心叵测，应该是司灯小姐让秦放拍的，于是秦放就找我拍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那天吃饭的时候你不是不在吗？我司灯小姐肯定是好奇，因为只没见到你，于是就让。
司党，苍红会长打电话过来说，他们已经基本确定了大致的范围，说在什么云溪寨附近。你跟苍红说，他德高望重的，照理来说我不应该怀疑。但是他说云溪寨有就有啊，怎么着也得给我看看证据啊，哪怕是身上的一根毛呢。这云溪寨在哪儿啊？听过。沈翠翘的老家，玄剑洞的地盘。司党，你可得小心一点。沈银灯是跟你有仇的，那又是他们的地盘，说不定啊，就是想把你引过去，在那儿收拾你呢。我小心什么呀？他沈银灯，就算是在前路上给我挖了个陷阱，我连坑带路铲了就是。跟我玩阴谋？嘿，你说这样大话，怎么不凭空降一雷霆劈你一脑袋呢？你现在胆子挺大的了。那是因为你并不坏。我就是想不通啊，像你这样的人，会爱上什么样的男人？谁都不爱，我也从来没爱过什么男人。那你还给人生孩子？对不起，我不该提这事儿。没什么，我那时候大概是瞎了眼吧。你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？秦放，司藤小姐在吗？在里边。怎么了？我找她谈点事儿。你们这一天天的，多少人来谈事儿啊？你别管了，我进来了哈。找我有事啊？司藤小姐，我想给你提个意见。提呀。啊，那意见提了，咱不带生气的啊。从谏如流，我这个人啊，最是大度了。好，司藤小姐，我觉得，即便您不是人，这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啊。但是，你也应该遵守自己的诺言，比如说，玄门答应帮你找到同类，那你就解了大伙儿的藤杀；再比如说，我答应死心塌地的效忠你就当我给师傅抵债了，不再计较师傅和你的仇怨。那就不能我们把事儿办了，您反过来把我们给办了，就说背后捅刀子呀、翻脸不认人这种事儿，我觉得是不对的。怎么？你的意思是，我会出尔反尔？翻脸不认人吗？我个人是很相信司藤小姐的为人的，但是吧，我刚刚听到了一些事情，我觉得小中见大，啊，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。严福瑞，你是不是想去见你师傅啊？哎，刚不还说从谏如流的吗？怎么就急了？你这不就是翻脸不认人吗？你都是从哪儿听来的这些事儿啊？来，坐下。好好跟我说说，都是怎么造谣编排我来着？你把玄剑洞的掌事沈翠翘给杀了。啊，当然了，那会儿是旧社会嘛，法制都不健全。再说，玄门对您，他也是吧，所以说不能完全归咎于你。但是，他怎么能下那么残忍的禁制呢？你让玄剑洞的女性世世代代都因难产而死，您想想，那小孩刚一落地就没了妈，这太残忍了吧？
胡说八道！谁不知道我司藤战无败绩？想掀翻他玄剑洞，不过一抬手的事儿，还用得着？哦，可能是有这么一回事吧。什么意思啊？司藤小姐，干了就是干了，没干就是没干，怎么还可能有啊？难道您自己做了什么，您自己还记不清吗？果然是上不了台面的货色。我还上不了台面。秦放呢？是我眼花了。秦放，秦放，秦放。秦放，传闻。秦放，秦放，对不起，我刚才……慢着。哎，司藤小姐，你可千万别误会，秦放和沈小姐其实他俩不熟，我觉得他们之前压根就不认识。这事儿我能打包票，因为什么呢？秦放还让我偷拍过沈小姐这照片。不熟啊？不对吧？那他们俩现在，这是破镜重圆，还是一见如故啊？有事儿吗？你回去跟苍红说，我们现在虽然不是死敌，但也不是朋友。不通过我就把我的手下人约出来私了，似乎不太好吧？玄剑洞虽然算不上是什么书香世家，但也不至于家教疏忽至此，连最基本的礼数都不懂。司藤，这事没你想那么严重。其实，上了我的门，踩了我的地盘，不递拜帖不打招呼也就罢了，见了我的面，居然转身就走。哼，我跟沈翠翘好歹也是一张桌子上喝过茶的，算是长辈。还有啊，有一点你要转达给沈小姐，听说她跟我有仇，想必是心心念念要报仇的。但是在报仇之前，还请告诉她，要去多读一些名人轶事和历史传记。古人说，胸有积雷而面如平湖者，可拜上将军。勾践之所以能复国成功，但因他沉得住这一口气，礼数周到，不露声色。但凡他像沈小姐这样，一见到吴王就一副恨意滔天的样子，怕是吴王早就全了他这份殉国的心吧。你说完了吗？走好，不送。司藤，其实
沈小姐，你别走这么快嘛！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，换作是我也一样。但你别跟司藤计较了，你和他是说不通的。我也找他理论过，说他不应该对玄剑洞做这么过分的事情。谁知道他根本就不在乎，说做了又能怎样？他承认是他做的。承认了，没什么可抵赖的。他怎么会承认呢？为什么不承认？做了就是做了，做错了就得认，我就这观点。哎，沈小姐，你回来了，大家都在等你呢。苍红会长，这样的，司藤他们那边现在要证据，所以呢，没什么要和我交代的吗？不是，这件事真没你想那么严重啊。我也知道，你这个时代，很多规矩都不用守了，但是避嫌2个字总会念的吧？我跟那些人的关系正在微妙当中，于情于理，你都不应该和沈银能私下会面。是。我相信，你今天给我唱了这么一出，总该会是有前因的。所以这沈银灯到底和你认识的什么人长得一模一样？他和我的初恋陈婉长得一模一样。你不是有女朋友吗？怎么还惦记着你以前的女朋友啊？不是，陈婉她已经死了很多年了，我只是……真的一模一样？真的，一模一样，而且连说话的声音都一模一样。不过，我心里也清楚，他和陈婉毕竟不是一个人。我向你保证，我之后再也不见他就是。别，2回事儿。又是初恋，又是一模一样的，心里掀起惊涛骇浪也是正常的。反正这个安曼出局是肯定的了。你要真是对沈银灯产生出了什么特殊的好感，也在情理之中。如果遇到这种情况，你还是风平浪静、淡泊以对，反而值得怀疑了。再说了，你要是真的喜欢上了沈银灯，我不让你们见面有用吗？怕是会越近越烧，势同燎原吧。我什么时候跟你说我喜欢沈银灯了？你跟他怎么样，我管不着。你只要记住2点：一，管好你的嘴，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；二，真跟沈银灯花前月下的时候，选个我看不见的地方去。我这个人虽然大度，但是看见他一副跟我有仇的样子，心里不舒服。你在说什么啊？什么花前月下？你把我秦放当什么人了？还有啊，你能不能别老是摆出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，教育小孩呢？你在我面前可不就是小破孩吗？倒还挺有自知之明的。是个什么人就跟你女朋友长得一模一样，我还说你跟我……别动。嗯？转过去，头低一点，脸往右一点，再右一点。什么意思啊？别有别的表情。我与你说，其实家与爱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他们的头上都有遮挡。司藤，在外漂泊这么多年，你难道不想有个遮挡吗？
你是哪儿的人啊？我是玉行的呀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你的祖上往前回溯，有没有人来过苍城山？我们家世代都住玉行。我爸爸、我爷爷、我太爷爷，个个都是老实本分。最远只去过深海旅游，从来没去过苍城山这么远的地方。从未。从未 ，never。照片拿来我看看。什么照片？你爷爷他爸的。我太爷爷，我太爷爷照片都在老宅里呢。你要是想看的话，你得跟我去趟老宅。你在那边就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吗？随便委托一个人去老宅翻拍一些你太爷爷的照片，拿给我看不就行了？对了，再帮我找一些他的书信，我要看看他的字。为什么？我吩咐你就去照做，谁给你提问的权利？一个女人用这样的神情和语调打听一个男人，这也太奇怪了吧？如果往前推年份的话，你没死那会儿，我太爷爷正好是风华正茂。难道你和他？不会吧？你对这个人世已经没什么眷恋了，是吗？安排。随曾和我太爷爷，不会吧？你在干什么？这几样东西，取的是终生平静之意。可但凡女人摆弄这些，到了后来，却都变成了揽镜自照。你这一大早的，怎么还突然文艺小清新起来了？过去那些臭男人，好歹还能知情识趣的附庸风雅几句。再看看现在的，真是地里的韭菜，一茬不如一茬啊！真是对不起啊，让你对我们这些臭韭菜失望了。给，这是我同事去老宅拍的照片，你看吧。这是全家福吗？对，我太爷爷、我太奶奶还有我爷爷，都在里面了。这个就是你太爷爷吗？对。你太爷爷怎么长得这么胖啊？你懂什么啊？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，能长胖，那说明家境优越，好不好？倒也有点道理。
果然是现在条件好了，营养健全，一代比一代好看。尤其是你，长得跟个基因突变似的。你能不能别学点词就乱用啊？什么基因突变？你说的这是人话吗？你才基因突变。我就是基因突变呀，不服气吗？服气。1946年冬，携妻子游湖，有白鹰作陪，乘兴而来，尽兴而归。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张有人又有字的照片。你太爷爷这字啊，真是跟他的人一样，彻底绝了我所有的想象。不会啊。石等，你现在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你和我太爷什么关系了？我昨天想了一晚上，我是越想越惊悚，我都开始做噩梦了。你说万一你和我太爷爷是什么红颜知己、蓝颜知命的关系，那我应该怎么称呼你？我叫你太阿姨？不过按照年龄来说，你确实可以叫我一声太姑奶奶啊。来，乖，叫一个听听。太过分了。是我疑神疑鬼了吗？谁都没有资格指责评说，这纵横交错的掌心民歌，将秩序规则一笑而过，正一般孤独列车驶出了夜色，你望着星河灿烂，歌颂着谁的勇敢，看星星陨落，孤孤的把我，看星星陨落，熊熊的大火，山川河流沙漠，荒野沼泽。